Hello， 大家好，解说豆豆上线啦！随着丹塔老祖的出现，场上的局势再次发生扭转。牧童伸了个懒腰，若是魂族按照当初说好的约定行事，他是绝不会现身的。魂魔老人怪笑一声，他让丹塔老祖不要多事。这么多年，想必丹塔老祖早就到了9品玄丹巅峰的层次，他家族长可是惦记得很。牧童淡淡一笑，魂族族长惦记他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不过，就算他送到嘴边，他怕是也不敢吃。两人打嘴炮的时候，魂灭生狼狈的身影倒飞而出。魂灭生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的对手竟然是当年天赋经验萧族的学府萧晨。萧晨脚步一顿，魂魔老人的气息比魂灭生还强，就算是他想要战胜对方也并不容易。这时，丹塔大长老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，他跪伏而下，激动的老泪纵横。牧童手一挥，大长老便直起了身子。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萧炎，将妖火本源给我。萧炎一咬牙，将手中的妖火本源丢向牧童。魂魔老人冷哼一声，五星斗圣后期的实力让不少人脑海一阵眩晕。就在魂魔老人的手掌即将落在妖火本源上时，空间一阵震荡，他的身体出现在牧童先前所在之地，看起来就像两人的位置瞬间转换了一般。魂魔老人猛地回过神，空间挪移，6星斗圣，你居然突破到6星了！斗圣之间每个级别都有极大的差距，魂魔老人虽说是5星斗圣后期，但对上牧童却丝毫没有还手之力。难怪魂殿以往每次想要对丹塔出手时，都会被族中之人喝止。原来丹塔竟然有这种老怪存在。牧童抓着黑色光柱，缓缓打量着其中的妖火本源。魂魔老人大喝一声：“老妖怪，你真要与我魂族为敌不成？”牧童瞥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：“愚不可及。”随后他将手中的妖火本源抛向天空。净莲妖火不愧是异火榜第3的存在，竟然故意被封印，想要看众人为他彼此内讧，从而坐收渔翁之利。不过这些却是瞒不住丹塔老祖。魂魔老人伸出去抢夺妖火本源的手，立刻咻的一下收了回来。他与丹塔老祖打的交道不少，自然知道他不是信口雌黄的人。片刻后，丹塔老祖见妖火本源依旧没什么反应，便屈指一弹。就在这道光线即将击中黑色光柱时，黑色光柱突然爆炸，惊天火浪暴涌而出。老妖怪，你又坏我好事，找死不成？一身白衣的净莲妖火一出现，魂族的人脸色变得异常难看。净莲妖火的性子十分暴虐，若是让他进入中州，必会造成生灵涂炭。也是因此，当年净莲妖圣才会在大限将至时将其封印，所以他是断不能离开这里的。净莲妖火冷哼一声，就算丹塔老妖怪进入了6星斗圣，但想要拦他恐怕还不够。丹塔老祖轻叹一声，看向魂魔老人。魂魔老人怪笑一声，他魂族对保护中州可没兴趣，更何况净莲妖火要是离开了这妖火空间，他们抓起来反倒更方便了。见状，萧炎连忙问可需要他们出手。丹塔老祖摇摇头，现在的他们帮不了太大的忙。说罢，他便穿过火海，出现在净莲妖火面前。妖火虽然借助天地潮汐撕裂了空间，但随着潮汐衰退，净莲妖圣布下的封印便会再度完善。只要将妖火拖到那时，他便再也无法离开此地。净莲妖火双手猛地一变，一道将近万丈庞大的火焰巨人出现。妖火神像举起山峰般的拳头，轰向丹塔老祖。萧炎等人脸色一白，这一拳换成紫妍和古南海，都将瞬间化为粉末。丹塔老祖嘴巴一张，一片巨大的金色光幕笼罩天际，拳头撞上光幕，瞬间爆裂成一片漆黑。而后丹塔老祖指尖一抬，一滴青色中带着一点金色光泽的血液重重轰击在妖火神像的胸膛上，青光蔓延开，只见妖火神像直接被融化了一大半。按理来说，本体是丹药的丹塔老祖应该会很惧怕火焰，但随着丹塔老祖实力的提升，体内出现了异变，反倒对火焰这一类的东西有了反克的效果，让净莲妖火受到了极大的压制。净莲妖火仰天咆哮，今日谁也不能阻他。一道道乳白色的火线射进整片妖火空间中，而后虚空上也出现了一个将近数万丈庞大的火阵。随着这一上一下2个火阵的出现，丹塔老祖和魂魔老人的脸色瞬间异常难看。这1000年来，妖火已经将净莲妖圣亲自布下的封印大阵参透，如今在这妖火空间中，无人能与他抗衡。紫妍能感觉到，这大阵只要稍微溢出一点点能量，就能轻易将他们斩杀。就在众人脸色大变时，萧炎的手掌猛地捂住了额头，
他脑海中那道奇异的光团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频率颤抖了起来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即将苏醒一般。回过神的魂魔老人立刻冲向空间通道，其他远古种族的长老们也都咬牙跟了上去。薰儿目光转向萧炎，却见他正脸带痛苦地捂着额头。萧炎咬着牙，忍住脑海中剧烈的波动，说他们也走。但为时已晚，金莲妖火手指对着空间通道的方向轻轻一点，一道乳白色的岩浆火柱将通道直接轰碎。他要将这里的人全都炼化成他的火奴。唯一的生路被毁，魂灭生连忙问魂魔老人现在该怎么办。魂魔老人看向丹塔老祖，发出联手邀请。掌握了炼天大阵的金莲妖火，他们都不是对手。炼天大阵分为天地两面，丹塔老祖对付天阵，地阵则交给魂魔老人。说罢，丹塔老祖让萧晨、紫妍和古南海几人随他一起出手，而魂魔老人也尽可能的将剩下的4星以上的斗圣招拢。金莲妖火手印一变，天地两阵便开始缓缓旋转。炼天古阵，炼天为奴。2道乳白色的光柱瞬间锁定丹塔老祖和魂魔老人。这凶悍无比的攻击一出，在场所有的强者都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迎向乳白色光柱。金莲妖火双手猛地朝下一按，砰的一声就将下方所有人的阻拦尽数摧毁。望着2道光柱撞向丹塔老祖和魂魔老人，金莲妖火忍不住仰天狂笑。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他脱困。等疯狂的他恢复冷静时，突然感受到下方还有不少气息的存在。随着火焰消散，一个淡淡的光圈出现在他的视线中。光圈中的人虽然略显狼狈，但都未曾受到重创。就在众人都十分茫然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时，薰儿突然惊叫着：“萧炎哥哥！”此时陷入昏迷的萧炎身体上正释放出一层淡淡的光晕，而后光晕化为一道有些虚幻和金莲妖火一模一样的人影。人影一出现，众人都吓得连忙后退。丹塔老祖紧紧盯着那道身影，不是金莲妖火，是金莲妖圣。所有人的头皮都猛地一炸，这传说中陨落了数千年的超级强者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萧炎身上？这时，萧炎突然睁开他那乳白色的双眼，被他目光扫中的人，即便强如魂魔老人，灵魂深处都传出了一种想要匍匐膜拜的感觉。药老紧皱着眉头，当初蛊徒凑齐之时，曾有一道光掠进萧炎脑中，说不定那东西就是现在这一幕的源头。薰儿有些焦急，这东西毕竟占据着萧炎的躯体，若是发生了什么变故，伤害最大的就是萧炎。天空上突然响起金莲妖火惊骇欲绝的咆哮声：“金莲妖圣，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”萧炎摇摇头，妖火如此暴力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若是任由妖火自由离开，天地间将会有一场大灾难。金莲妖火怨恨地看着萧炎，一道残像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还是当初叱咤风云的金莲妖圣不成？说罢，他手一猛地一变，火阵再度旋转，他要让金莲妖圣也尝尝炼天大阵的厉害。望着那如流星般划过天际的光柱，萧炎手指轻轻一点，只见光柱停留在众人前后不足5丈的地方。这其中弥漫的毁灭力量，让在场的人全都头皮发麻。炼天大阵毕竟是金莲妖圣所创，金莲妖火对他的参悟程度自然不如妖圣。妖火正气得跳脚时，惊骇地发现他对大阵的掌控权正在逐渐消失。金莲妖火很清楚，若是由妖圣掌控大阵，他绝对难逃被封印的下场。那种枯燥的生活，他已经过了数千年，早已无比厌倦。金莲妖火血红着眼，身体砰的一声化为漫天的火焰。这一招妖火灭世一出，当场就有一位半圣强者爆成一团灰烬，这里所有的能量都被金莲妖火蒸发了。若是继续留在这里，他们将无法补充体内消耗的斗气，最终的结局便是被妖火烧死。就在众人心生恐惧时，萧炎袖袍一挥，一个空间通道出现在半空中。抓紧时间离开吧，金莲妖火若是爆炸，你们无人能活。这里实在太过凶险，古南海让薰儿赶紧走，但薰儿却很担心神智被金莲妖圣占据的萧炎。药老沉吟片刻，还是决定先走。他们留在这里对萧炎没有任何帮助。金莲妖圣借他的身体现身，想来应该也不会害他。他们迟疑时，天空上的火焰越扩越大，火焰的中心正凝聚着一朵略显殷红的妖异火莲。这朵火莲一出现，就连古南海的脸色都涨红了许多，他体内的斗气仿佛要自燃一般。古南海一把抓住薰儿的手，冲向空间通道，望着眼中越来越远的萧炎。薰儿莫名感觉到萧炎需要他。长老，
回去后转告父亲，这一次便容许薰儿为了他任性一次。薰儿玉手一抖，挣脱了古南海的掌控，并且一掌将古南海送进了空间通道。后方的药老轻叹一声，让薰儿好好照顾萧炎，他等他们出来。通道消失时，薰儿转过身，金色火焰从他体内席卷而出。萧炎哥哥，这一次薰儿会陪着你。